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。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Daddy， 你昨晚跑去哪里？昨天一整晚我都在外面。Daddy， 昨天阿公很不听话，他一直要吃妈咪买给我的炸鸡翅膀，结果半夜闹肚子痛，一直哀哀叫。那阿公现在怎么样了？妈咪已经带阿公去看医生了，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听妈咪说阿公已经打针了，现在还在睡觉。Daddy 你去看看妈咪吧，她昨天叫妈咪打电话给你啊。是吗？是啊，可是你没有带手机，她可能是担心你，为什么那么晚了还没有回来？去看看她，去了，你跟她讲 sorry， 她可能就不生你的气了啊。Daddy 去啦。我想办离婚手续，需要带些什么证件去吗？那好，等一下我去里面的律师楼。伯文啊，你吃了早餐，把衣服放在行李箱里。我们去旅行啊？去旅行我也想，慢慢等吧。我们不住在这里了。那我们住在哪里？外婆家。记得收拾啊，等一下我会来接你。还有啊，不准告诉你 Daddy， 要不然的话我扒了你的皮。哦。惨了，妈咪好像来真的了。妈的，我这次是认真的，绝对不是开玩笑。我要离婚，我连律师都约了。等一下要上律师楼去了。我今天会跟文文搬回来住。那学芝呢？你嫁婆家公怎么办？你为什么不问嘉喜你怎么办？总之我什么都不理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为我自己和我女儿而活。为一点小事情就闹离婚，何必呢？小事，妈的，他现在跟佳玉一鼻孔出气啊！宁可帮外人，也不帮我这个做老婆的，这算是小事吗？我什么都能忍，就是不能忍受枪口向内不向外的人呢。他根本不知道，我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的宝贝家公家婆，我受了多少委屈，真的是眼泪和气往肚子里面吞。这些年来，我没有心脏病发作，都偷笑了。我整天跟我自己说，一定要坚强一点，不能倒下去，可以忍就忍。可是我真的受够了。还好以前我学过美容，懂得保养我这张脸，要不然早就被折磨成为个老太婆了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哇，
真的是又可怜又坚强，太令人佩服了。喂，你在说什么？没有，我是说今天天气很好，很好。佳琪啊，先喝碗汤吧。气都气饱了。妈的，你看，威廉都比他关心我、体贴我啊。难道我给他看穿了吗？喂，你发烧啊？没有啊。那你脸干嘛红啊？有吗？有吗？你也不要说的那么严重吧，什么枪口向内不向外的这件事情啊，你也不要说我站在学子那边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啊，好赚不赚，自己人的钱也要赚。雅喜临时嫁给佳琪已经够委屈她了，你还这样。妈的，你这样讲的话，我真的是撞墙了。你有听过冒牌货这3个字吗？有很多婚纱是假冒的，说什么巴黎的设计师设计的婚纱，其实都是从台湾进口的，从设计到质地都是在抄的。除了我们这些行内人，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。那你是说佳玉冤枉你了？他当然是冤枉我啦。既然这样，你问心无愧，就不用跟学子闹到这样啊。雅喜那边我向他解释。不用了，雅喜我已经叫他来了。佳玉呢，我还找不到，他一定是看了我的电话号码不敢接。你找他们来干什么啊？干什么？当面对质咯！我要佳玉当面还我一个清白。他们还不敢接我的电话。好心你们2姐妹啦，不要一见面像仇人一样。出嫁之前也吵，结了婚也吵，你们能不能忍忍呐？妈的，现在是佳玉冤枉我说我吃钱了，你说我能忍吗？对啊，不能白白被冤枉的。还是不一点了解我啊？我是觉得事情要说清楚会比较好。伯母大姐，雅喜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你跟佳玉一鼻孔出气。我早就说过那件婚纱我要 sponsor 你，可是你一直说不要，坚持要还钱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如果我要赚你的钱，我何必说要 sponsor 你？如果你认为我吃你的钱，我可以把所有的钱退还给你的。大姐，我没这样说过。你不要这样为难雅喜啦，你家雅喜开开心心的结婚吧。我不是要为难他，我只是不想人家在我背后说我连未来弟媳妇的钱都要吃。我知道不关他的事，全部都是佳玉在背后搞鬼。总之我做什么事情他都看不顺眼的。我知道他有钱有闲，但是也不要搞到连雅喜结个婚都不开心啊。大姐啊，真的没事了。我跟二姐说过了，2套婚纱看起来真的很像，但是仔细一看呢，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。就是咯，刚才我就是跟马德说，婚纱有很多是假冒的，不仔细看会被人家骗的。对呀，1分钱1分货，一比就知道真假了。对，雅喜这句话说的对了。为什么同样是皮包，真的一个卖几千块，还一大堆人排队？就是1分钱1分货，真的货啊不怕比，不怕被人诋毁。还是雅喜见过世面，没有给佳玉牵着鼻子走。既然雅喜这样说的话，你就不用找佳玉了，要不然呐，雅喜结婚都结得不开心。是啊，大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这件事你不要再计较了。好吧，那我看在你份上，不再追究下去了。好漂亮啊！唉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二姐说啊，婚纱已经订了给我，叫我把大姐那一套退回去。可是你大姐那边又说冤枉啊，衣服本来是要送给我，是我自己不要，害得我要跟她道歉，真的是把我的头搞得大了。算啦，我这2个姐姐啊，从小就八字不合了，你不要管那么多了，连我都没有办法。再说呢，当新娘子呢，要开开心心，不要受他们影响。你说我怎么开心得起来？那你自己看，2套婚纱都在这了。这一套呢是向你大姐买的，另外一套呢是你二姐送的。结婚当天该穿哪一套？这的确是伤脑筋哦。都是你害的。又关我什么事啊？如果不认识你，我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了。是吗？是你自动送上门来的？哎，你要不要脸啊？说这种话。那谁在去年呢的情人节跑到快乐雨店来的？那又怎么样？哦，好了，是我自投罗网，误上贼船了。不过我这个小美人啊，你现在知道你误上贼船还不迟，让我这个铁锅船长帮你想个办法。OK，
反正这2件婚纱都是一模一样的，那你随便穿一件就行了。当大姐问的时候呢，你就说：“大姐，你送的婚纱好漂亮呀，我好喜欢呀。”当二姐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说：“二姐，我谢谢你的婚纱，我爱死了耶。”你好狡猾啊！不狡猾能够找到你吗？你想干什么？ Kiss the bride。行，除非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满意的话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色鬼。那如果有一天世界发生大灾难，我和你家人同坐一艘船逃亡，船沉了，大家掉进海里，你会先救我，还是先救你的家人？老套，毫无创意可言。问题没创意没关系，只要你的答案有创意就行了。你有10秒的时间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。我会救你，真的，因为我爱你。但是我也爱我家人。但是如果我只有一个选择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救你，因为生命是需要延续的。但是我会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尽我所能，尽力去关心他们，去爱护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。喜经理啊，真是难为雅喜了，结婚要结得这么急。还好雅喜深明大义，还有你这个未来岳母能够那么体谅。别这么说了，能够早点把雅喜嫁出去啊，我还真的求之不得呢。不要说的这么坦白好吗？来喝咖啡。谢谢顾丈。好香的咖啡呀！我出国的时候啊，就是常常想念你们的咖啡还有面包啦。那多喝一点喽。谢谢你。你常出国旅行啊？不是，是去开会的。哎呀，现在有 SARS， 你还要出国啊？不怕，伦敦那边没有 SARS 的。哎呦，伦敦啊，要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开会啊？我们保险公司的总部就在伦敦嘛。哇，那你的职位一定很高咯，要去总部开会。也不是，保险招得多，就自然有的去咯。现在的公司就是这么现实，你能够帮公司赚钱呢，他们什么都给你的嘛。哎，我那份房贷计划书呢？啊，我哪里知道你要来干嘛？哎，给雅喜妈妈看咯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女人又风骚，嘴巴又厉害，我想她的保险一定做得不错，要不然不会被公司派到伦敦去开会嘞。我还听人家说啊，这种人呐，一年赚100万都不出奇的。人家赚钱又关你什么事呢，老婆？钱那么多，叫他拿几万块出来搞franchise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哎呦，你不要打他的主意了，他就快成为我们的亲家，最好啊不要有钱财上的瓜葛。什么钱财瓜葛啊？我现在是叫他投资啊，有钱不投资干嘛？放在银行里又没利息。说真的，我在伦敦接到你的电话时候啊，说要跟佳琪结婚呢，我还真的松了一口气呢。为什么？你怕嫁不出去呀？不是怕你嫁不出去啊，是怕你有很多机会都不肯嫁。我还真怕你跑去当修女啊。你记得我小时候跟你说的话？当然记得啦，你那个时候才12岁哎，老是翻来覆去的说什么不结婚啦，要去当修女啊，害得我啊得带你去看心理医生呢。怪不得人家说，父母的婚姻会影响孩子对婚姻的看法的。我承认啊，我对婚姻真有恐惧感的，我怕像你跟爸这样变仇人了。哎，别傻了，你的眼光比我好多了。佳琪是个充满爱心的人，她会爱你一辈子的。不同意我的看法？老实说啊，我现在真的有点后悔，后天我可能会逃婚哦。喂，你现在最好摸摸自己的心，问一问自己到底爱不爱佳琪的。我爱他，那就无怨无悔啊。女人一生中啊，能够找到自己深爱的人是最幸福的，即使只有1天的相处，也要好好珍惜的。
可是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啊！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。你看，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，这不是问题吧？我们没法决定自己的婚期啊。永远没有最恰当的时候。我连婚纱都不能自己选啊。婚纱算什么呢？佳琪最喜欢的就是你脱下婚纱什么都不穿的时候喽。好了好了，我要说的是，这些都不是理由。告诉我，你真正怕什么？对婚姻还有恐惧感？我知道我必须克服。另外还有心爱的人放不下？我没有这么滥情了。舍不得离开我啊？你不是恨不得我快点搬出去吗？小姐，小鸟长大了，当然要飞出窝喽。这些都不是理由。那你的死穴到底在哪里呀？他的家人呢？佳琪的家人。我从小到大都是跟你相依为命的，现在突然间让我跟这么多人生活，我会不习惯的。你看，我还没有嫁进去啊，已经被他大姐、二姐搞成这样子了。我嫁进去以后啊，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啊！那我马上给你们找房子了。找房子还不容易，我看得出啊，佳琪他很爱他的家人的。他跟我说，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家人，虽然他们平时吵吵闹闹，但是毕竟是一家人。一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会团结在一起的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有这个能力，能够化解大姐、二姐的夙愿。那佳倩呢，不要再恨我妈，不要再怨恨我们了。大哥早日成家立业，小弟家福呢能够闯出个名堂。那阿公的债园呢也后继有人，快乐鱼呢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。一家人呢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。你说我能那么自私的说搬出来吗？他有爱心，你又不忍心，那只好要有耐心喽。不过，我觉得他的家人也不是那么难相处，更何况2个姐姐都已经嫁了。可是3天2头啊就往娘家跑的，还有一个老粗的大哥，性格古怪的小妹，还有一个厉害无比的。哎，史西利亚，你们2母女很好谈哦。史西利亚，哎，我这里有一份franchise计划书，我打算在对面franchise一间拉沙店来做。哎呀，一定有钱赚的啊！其实啊，已经有很多人跟我接洽过了。不过我想想，我们都快成亲家了嘛，自己人凡事都比较好商量的。如果你有意思的话，不如我们就来一起合作吧。哎，来，你拿去慢慢的看，我再去帮你们添一些咖啡。好，谢谢。我现在能够真正了解你的心情了。现在的家庭都很注重健康，而食物呢，就是越少煎炸越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煎炸的食物很会吃油，不但让我们吃得油腻腻，甚至连我们的厨房也搞到油腻腻的。为了健康，我们应该多吃清蒸的食物。现在我在这里是给大家介绍我们公司所推出的多层蒸锅，而这个多层蒸锅呢，是为了很多注重健康的家庭所设计的。而这个多层蒸锅的最底层呢，我们可以利用来煮汤；第1层可以蒸饭；第2层呢，就好像这个酱，可以用来蒸肉；第3层蒸菜；第4层可以蒸鸡蛋。一次过搞定，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坐下来看电视啦。等家人一回来，你把锅子一打开，哎，里面应有尽有，有鱼啊，有肉啊，有菜啊，有蛋啊，有饭啊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得健康，而且啊，也不会把整间厨房弄得油腻腻的。各位小姐，各位安迪，你们不妨试试看我刚蒸好的菜，味道很好的啊，来试试看吧，一人一个啊，来，不要客气啊，这是汤匙，来，哎，对不起啊。喂 Sir, Mom took Wen and left. 什么 They took our luggage and they said they will never come back again. I know. You take care of 阿公阿嬷 ，OK? Okay. 啊。各位，味道怎么样？好不好吃啊？会不会很清淡呢？
现在的人都很注重健康，所以我放很少的盐，也放很少的油。吃了之后呢，身体会很健康，而且身材非常的苗条。不错啊，你还很会煮嘞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厉害的？哦，是我的太太教我的。好吃。小姨，佳倩啊，妈的有没有跟你说今晚我跟温温跟你一起睡啊？有啊，那进小姨房间。哇，搬家这么家里火烧没？火烧火滚啊，还要帮吗？哇，什么事情这么滚？学习有婚外情啊？他敢搞婚外情啊，我佩服他，我给他鼓掌啊！哎呀，我想他也难啦。男人没有钱就没有魅力吗？没有魅力怎么会有女人喜欢？没有女人就没有婚外情哦，对不对？温温啊，你睡上面了。可是妈咪，那是你先睡的。那就便宜你了，给你睡。那你呢？床底下有一张拉床。哦。佳倩啊，等一下帮我换一张新的床单。不是不好，这么久没有人睡，一定很多灰尘了，拿去打一打吧。我还要做饭啊。这个人怎么的？整天脸黑黑，好像很多人欠他钱一样。喂，你不要弄坏我的行李箱啊！快点来帮我拿床垫去打一打吧。怎么，你怕有臭虫咩？只是住2天，这么紧张？什么2天？我不回家了。哇，不是吧？这么严重啊？我妈咪要跟爹地离婚了。你妈咪整天都讲要离婚的啦，这有什么奇怪？哎，不过你爹地是不会肯的哈。那你看，一个要离，一个不肯，那就离不成喽。可是现在爹地肯了。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在演戏？演什么戏？早上我已经去见过律师了。这个婚呢，我是离定了。现在房子先给他住，等法庭一下判呢，我就要回一半，然后跟温温去申请一间3房4主屋。哇，这么说，你不需要在这边住到你离婚为止？是啊，有问题吗？哇，这间屋子已经是越来越挤了嘞。先来个牙洗，现在又来个加洗，那正好是双喜临门呢。可是我和爹地就洗不起来了。这样的双喜临门啊，还亏温温想得到。就是咯，牙洗结婚还真的是死，家洗离婚怎么洗得起来呢？2个人在一起不开心，离了，各走各的，自由了，也算是喜事啦。洗你的头啊！这样的话也可以说得出口。本来以为啊，假期结婚的话可以了了一桩心事，可是家喜的婚姻又搞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家真不知道什么事儿我才不操心呢。哎呀，孩子都大了，孩子大了有他们自己的世界，你操心也没用啊。我很担心啊，将来这个快乐玉啊要交给谁呢？你看看嘉龙，整天吊儿郎当的；家福呢，你叫他待在店里一整天，他会受不了。佳倩呢？佳倩迟早要嫁人的，店呢还是应该传给儿子的。家福跟佳琪是不可能的啦，只剩下嘉龙一个。那你看他，一点都没用的。哦，我人还在这里哈，给点面子 ，OK？ 哎呦，你这个人还懂得要面子啊？喂，你要面子的话就应该争气一点，别老是让老板娘担心。要是我做老板，我第一个就炒你。要是我做老板，我第一个就炒你。你看你呀，如果这个店啊真的交给你啊，3天就关门了。所以我说啊，企业要发展是不可以用家族手法来经营的，要懂得策略，要任人唯贤，要……怎么啦？我说错什么了？哇，开英啊，你什么时候忽然间会讲这么深的话？哎呦，大哥啊，人呢是要 upgrade 的，不能死死待在店里头的。外面世界变了样都不知道，要上网啦，要听讲座啦，要看书啦。那好像最近啊，我看了一本美国很流行的书，叫《谁动了我的什么啊？乳房啊？撸你的头啊
那就乳头喽。哎呀，你要死啊！是乳酪。哎，对。谁动了我的乳酪 ？Who moved my cheese？ Yes。是由美国人 Spencer Johnson 在1998年写的。这本书呢还被翻译成26种语言，而且是很多媒体正常报道的对象，像 CNN 啊、Time 啦、USA Today 啦。真的还是假的哈？哇，还是很 steady 哦，厉害哦，厉害哦。我现在读的函授课程里面有提到这本书。姑姑说的对啊，我们每个人呢都要 upgrade， 这样啊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。嘉龙啊，姑姑跟威廉都 up 了，你什么时候 Q 我一下 up？哎，妈的，我一想到 up 我就你看你呀，真没有出息啊你！哎呀，算了，大嫂，嘉龙的本性啊就是这样的，你逼他也没有用的。所以照我说啊，企业若要发展呢，就一定要搞 franchise， 扩大业务，再把公司上市，集资后再发展，冲出新加坡，成为环球企业。到时我们家族企业呢才会有前途，才能够发扬光大。基本上姑姑说的没错。听到了没有？有 upgrade 的人呐，跟我的想法就是一样的。但也不完全准确。因为根据我函授课程的老师所说的，每一家公司呢，不管是私人企业也好，或者是国际企业也好，如果想要业绩发展的话，就要有一个好的领导人。像我们的快乐鱼这样哦，有老板娘在，所以业务才会蒸蒸日上嘛。真的是马屁精嘞。所以老板娘说的没错，目前呢最急迫的就是要物色到一个好的接班人。哦，那你倒说说看，目前为止谁是最好的接班人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啊，你不是跟我说是他吧？哎呦，怎么可能啊？哎，难道是你？不是，是嘉琪。阿公的这间店啊，只传男不传女，要不然我早就是这间店的老板娘啦。是咩？哎，姑姑啊，好像是阿公不信任你嘞。哇，痛嘞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不是阿公不信任我，他不知道有多希望我接手这间店，只是他老古董。怕这间店落进外姓人的手中嘛？其实很简单的嘛，让嘉琪的老公入赘罗家不就行了吗？你是说要学制入赘啊？学制怎么可能？不是，他们都要离婚了嘛。我是说嘉琪的未来老公啊。哎，你说了等于白说，嘉琪都还没离婚，去哪里找未来老公啊？哎，不过威廉倒提醒了我，只要给嘉龙找一个有本事的老婆。那让他老婆接管这个快乐鱼了。你是说像你跟大哥一样啊？那嘉龙永远抬不起头啦。怎么会抬不起头啊？怎么不会啊？人家会说他靠老婆。哎，不要哦！如果这样的话，这间店给嘉琪跟学子好了咯。不行啊，他们就要离婚了。哇，你一直提，你真的很想他们离婚啊？不是。爸爸，来。妈，姑姑。来接嘉琪回去啊？他怎么可能跟我一起回去呢？我今天来，是给爸爸妈妈一个交代。爸妈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没有好好的照顾嘉琪。我也没有好好的维持这个家，我非常的对不起。雪子，你不要跟嘉琪认真，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这个人说话总是得罪人多，称呼人少，性子又冲动，没有思前想后的。对咯，雪子啊，我看嘉琪啊，只是把离婚挂在嘴边吓吓你而已。哎，不是嘞，这次他好像来真的，连律师都请了咯。我也看得出来，嘉琪她这次是下定决心要跟我离婚。老实说，我也没有脸再来这里要求她跟我一起回去。我真的没有办法给她过好的日子。我真的不想再耽误她。趁她现在还年轻，要找对象也来得及。学子啊，
你说这种话，我真的是要骂你。夫妻本来就应该同甘共苦，哪有计较这么多？哎呦，大嫂啊，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现在的社会，谁愿意跟谁同甘共苦啊？照我说啊，如果学志跟佳琪真的没办法维持下去的话，我倒同意他们两个离婚了。长痛不如短痛啊，免得3天2头吵吵闹闹也不是办法啊。我不同意，夫妻之间啊，哪有永远的风平浪静啊？再怎么样也不可以轻言的挂在嘴边说离婚。即使以前他在外面搞那个女人，我也没有跟他离婚啊。只有那个女人进来，我出去，他走了，我才回来。我说大嫂啊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谁还有这样的耐性啊？难道真的要等到变长颈鹿啊？而且啊，就算你约你等啊，也没多少人像你一样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啊。哎，更何况现在问题不在学志身上啊，是在佳琪要跟他离婚呐。学志，你等一等，我上去叫佳琪下来，你们谈清楚一点。妈。佳倩啊，能不能够剩碗汤给我？我赶快吃了去买保险的。好香啊！哎，你买保险了没有啊，佳倩？你虽然还很年轻哦，不过也要为将来打算一下。等你老的时候啊，发现没有足够的存款，那是很凄凉的。我推荐一种投资保险给你，红利很高的。我没钱啊。你不花又不买，又没有手机，怎么会没有钱呢？现在银行利息很低的，把钱存在银行啊是很笨的事啊。佳琪啊，妈的，学芝来了，去跟学芝好好谈一谈。我跟他没什么好谈。我看得出来，学芝不是真的想离婚。他当然不想啦，离了婚他日子怎么过呢？现在是我养他，他是面子挂着才这么说的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就算了？我已经算了很多次了，他这个人真的是没药医的，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大家身上。这几年啊，学芝的机会跟运气是不好，要不然他是会有出息的。妈的，我们的事情你别理了好不好？我已经把离婚的事情交给律师了，有什么事情我的律师会找他谈。我很忙的，我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呢。你很忙没？有很重要的事儿哈。赚钱哦。自己家的事儿都没有摆好，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人家说啊，家和万事兴。妈的，你好老土啊！还什么家和万事兴？我说啊，有 money 才万事兴，没有 money 啊，什么都不行。所以呢，我要去赚钱了，你先让我吃完好不好？那学芝怎么办？我理他。你说什么呀？妈的，跟我下去。走。妈的，你不要这样啦。走。佳倩，来帮我，快点让开妈的。走。文文，你妈的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放开妈咪。妈的，放开。给我滚开呀你们！下去跟学芝好好谈谈，然后跟他回家。妈的，我的手要断了。给我下来！妈的！过来，去跟学芝说清楚。放开我啊！去跟他说清楚。妈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叫他跟你回去。嘉龙，到楼上把他的行李拿下来。我的。去呀！不用啦，就算拿下来也没有用的。这里不让我住，我住到酒店去。你真的是想把我气死啊！妈，你不要太激动。林学志，你不要假惺惺了。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些什么？我没有。没有，我妈会那么生气。你不要老是在我家人面前做好人扮可怜的，让他们觉得我是个无情无义的坏女人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好像昨天晚上，你那个宝贝爸爸半夜3更肚子痛，是谁送他进医院的？你这个好儿子当时跑到哪里去了？
我该做都做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。你不要在他们面前扮可怜、讨救兵了。你不是已经答应要跟我离婚吗？你不是要跟我上法庭抢问问的吗？如果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话，就不要说话不算话。是，爸爸妈妈，是我答应要离婚的，你们不要再逼他了。学子，当年我看到佳琪嫁给你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是很开心，因为她的性格我太了解了，跟我一样火爆脾气，一有事儿就受不了，嘴巴又不好，容易得罪人。可是你能忍她，能接受她，我一直认为她能嫁给你是她的福气。我妈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用，我让你失望，因为我不能够让佳琪过好的日子。不，学子，不要这样说。当初你跟佳琪说你很有眼光，你这个做老公的一定会有出息的。就是到了今天我还是这样说，你是有出息的。要是再给你机会你一定会成功的。妈，我会努力的。不过妈，那如果有一天我林学子真的成功的话，我会再回来追回佳琪的。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。妈咪，你不要哭，看到你哭我就想哭。我不想这样的，我不想这样的。你们以为我很喜欢离婚？你们以为离婚那么容易吗？还要请律师，还要上法庭，也不知道花多少钱。可是我受够了，我忍够了，我受不了他，我受不了这个男人唯唯诺诺，凡事都给人家欺负。我也不是个好媳妇，我不想再照顾我的家公家婆。我好累，我想做回我自己，我想过回我自己的生活。可是这样有错吗？你们不是我，你们怎么能够了解我心里面的苦呢？妈咪，你不要伤心。哎呦，你们不要这样啊，弄到我都要哭了。好了，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。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文文，别哭了，带你妈妈到楼上去洗个脸，阿妈做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吃。佳姐，你也到楼上去陪你大姐。哎，那结婚了，结婚了，结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还整天叫我娶老婆？哎，你讲什么屁话？难道你明知道鱼有骨就不吃鱼吗？男人只要有本事女人爱你都来不及还怎么会离开你呢？对了，说来说去，还不是男人要有本事，女人才爱。不等，男人没本事在老婆面前就抬不起头，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，就会被老婆看不起。一被老婆看不起呢，麻烦就来了。哎，
哎，法德，你要去哪里？厕所。你看呐，你看呐，都是你们这些女人这么麻烦呐，所以我说还是马票可爱，它这么过瘾，能够让我们男人 happy 嘞。哎，那现在有轻轻提供给罗家龙报告中奖号码8868，耶，中啊！当然会中啦！明天佳琪结婚，现在一定会来个喜临门的嘛，轻轻中头奖 ，OK？ 你呀，整天只会做白日梦。哎呀，大嫂，看开一点啦，别管他了。现在孩子们都大了，有他们自己的世界。那他们要结婚，他们要离婚，我们都管不着了。虽然佳琪要离婚，哎，不过佳琪明天要结婚呢。虽然你没有了一个女婿，哎，不过你多了个媳妇啊。哎呀，你就开开心心的准备当家婆吧。是啊，孩子都大了，不看开一点又能怎样？威廉嘛，啊，休息一下，关店了。老板娘，今晚不做生意了。明天要喝媳妇茶，我想去 set 头发。哦，老板娘扮漂亮点啊。嗯，我也想 set 一下，一起走吧。哎，哥哥，是啊。钱呐？什么钱呢？马票钱呐！我几时叫你买马票啊？哎，8868，我已经帮你买了好几期嘞，今天晚上也有买嘞。来啦，钱。你还敢说这个字啊？我买了几期都没中，害我输掉100多块，你还继续害我啊？哎，谁害你？我都跟你讲了，你看他现在阿公平平安安，明天佳琪结婚，一定会喜临门的嘛。我害你，我是帮你搏，你搏不搏？要搏就拿钱来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不过我现在没带钱，改天我再拿给你啦。那如果中了，我改天再拿钱给你啦。是啦，佳龙几点了？你不去帮佳琪看看新娘策划绑得怎么样？哎呦妈的，这种东西是婚纱店负责的吗？我怎么会？那也去帮佳琪看看嘛，雅琪跟佳琪都没空。你不去看看的话，那些人呐，会不会马马虎虎的把那个策划绑好啊？哎，这个婚纱店哦是佳喜的嘞，肯定会绑得特别漂亮的嘛，哪里会马马虎虎？好心你啦，明天你弟弟要结婚，你这个做大哥的，不可以帮他看头看尾一下？哎，我今天已经没有去马场，我已经很给面子了哈，你们还要我怎么样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等我听完马票我再去了。不用听了，买死都不会中。嘿，菜，我都说了，明天佳琪结婚有喜事，一定会喜临门，中头奖啊！菜。打了，最好打烂掉最好。嘘，我听到886嘞。886，出了个8就中了。现在为你重报今天的头奖号码：8868。听到会错咩？哇！30大30小 ，yes！ 哎呦，我还有2万块！哎呀！哎，你想得美嘞！刚才叫你还钱又不还。我不是不还啊，我说改天拿钱来给你的吗？对咯，那我改天再给你了。你不要这样啦，你不要这样啦！哎呀，我现在中10多万呢，给你2万又怎么说？好，加欠5000，还有1万是我的。威廉嘛，哎，你干什么啊？兄，他会不会又鬼上身了？那这对字呢？我们是跟里面的好姐妹求的，他知道我们中奖，是不是来讨报答？哎呦，那等我领了奖金再还愿啊！是啊，一定还愿。我本来前几期有买的，这一期就忘记买，50到50小了，要不然我发达了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呢？50到50小，那你真的应该去撞墙嘞！撞死他算了。
不要激动吼。那命里有时总需要。空气里灰尘模糊了视线，麻木却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